这次的熊市到底会跌多久呢？会跌多少呢？以史为鉴，鉴古知今。七爸爸给大家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了过去4次股灾，我发现背后导致股票跌的原因又是非常惊人的相似。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过去4次股灾，相信你看到最后就会清晰。这一次的股灾会跌多少？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捞底的时候了？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提升回报。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上传的通知咯。回到今天的主题，其实股票市场是有周期的，而这个股市周期的波动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影响股票市场最大的4个因素：经济、资金、利息和股民的情绪。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出名的股市周期的理论，叫道氏理论 Dow Theory。 这个道就是 Dow Jones 道琼斯指数的那个道，而如果大家明白它背后的原理的话，也可以是对股票涨和跌有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道氏理论呢，把股票市场分成牛市和熊市，牛市里面又分牛1、牛2、牛3三期，熊市也分熊1、熊2、熊3。那为什么分这个6期呢？因为背后股票涨和跌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在牛1的时候，股票会涨得很快很急，因为熊市的时候是跌过头，跌了很多，所以像个橡皮筋一样，啪一下子反弹下来，这就是牛1的涨势。到了牛2的时候呢，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但是涨的幅度要比跌的多。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经济开始复苏，企业的盈利开始向好，所以每一次企业盈利出来的时候就涨得多了，但是又有获利回吐，所以是大涨小跌。到了牛3呢，这个时候经济可能已经是不好了，但是资金是泛滥，靠着很多的资金把股票的价格是推上去的。七爸爸能够在去年年底看到美国股市已经到了最高的牛3 party 的时候了，就是因为看到当时有很多的新手赚了好多的钱，有很多的新的股神出现啦，很多的借贷啦、投机炒卖的情况啦，而这个股价呢涨到非常高的地方，跟它背后的赚钱的能力基本因素是完全脱钩的。而且当时看到，越是没有基本因素、没有赚钱能力的股票涨得越多，因为他们炒作股票的时候不再被它背后的业绩基本因素所局限，所以可以炒到非常离谱的高，这就是典型的牛3。那我们来聚焦最多人关心的美股，其实大家用同样的道理看其他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套用下去。我们看美股的话，在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调整到2月份，在这个时候其实美联储还没有加息，其他的困扰着我们今年的像俄乌战争啦、中国的清零政策啦还没有发生浮现，所以这个时候跌是因为之前涨过头了。熊1的跌是因为很多人在之前做了杠杆，赚了好多的钱，那赚了这么多的钱之后不要再冒那么多险了，因为我们有经验的话就知道牛3不会永远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去杠杆还掉一点债， lock in the profit， 把我们之前赚的盈利锁住。这个时候有一批人会卖股票出来，这就导致了熊1的下跌。那到了熊2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大跌小涨，大跌小涨，因为在这个时候很多新的股民包括外面的理财顾问就告诉大家要 dollar cost averaging 定时定额去买股票啦，调整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的机会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经验少的股民就觉得便宜了，调整了10%啦、15%啦去捞底，而捞底的时候股票反弹了，他们又觉得你看真的啊，捞底的机会一瞬即逝，快点捞底了，股票就反弹了。但是反弹之后又有更多的利空的消息把股票市场拉下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3月份给大家一个概念叫牛陷阱，每一次股票反弹
都是一个逃生门。到了5月份的时候，又是一次反弹。我警告大家，真正的大跌还没有开始。然后到了6月份，又是一次反弹的时候，我再一次给大家看到不同的因素，希望大家能看到熊2之后还很有可能有一个熊3。那到了熊3呢，股票跌的原因又不一样了。到熊3的时候是整体的市场绝对的悲观的时候，乐观的人资金早已经被套住了，还有资金的人看到股票市场不断的跌，不敢再买了。当然还有一些有资金的人更贪心，希望熊3跌到了底的时候才去捞底，所以在这个时候买家是越来越少。相反来说呢，要套现卖出来的人呢，因为股票市场跌了很多之后，之前做杠杆借了钱的来不及去杠杆的人呢，可能被券商 call loan 斩仓。这些斩仓盘卖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大量、非常急的，不问价格的卖出来，所以一边没人买，一边很急的抛售出来。这个时候的股价是噼里啪啦的 free fall， 有些股票可以1天内跌上10%、20%这么多，甚至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的外汇也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跌上很多很多。The British pound, folks, has hit its lowest ever level against the US dollar. 这个已经开始有了熊3的迹象了，但是熊3会跌很多很多，到底熊3会跌多少呢？我们来看过去4次有熊3出现的时候，它跌了多久，跌了多少，为什么会跌，来做一个参考。首先我们回到70年代，在1973年的时候，当时的外汇市场对美元是失去了信心，因为美元跟黄金脱钩，美国有非常高的通胀，石油的价格是涨了不得了，经济衰退加上美国高通胀，形成了滞胀的现象。滞胀不经常会发生，而今年正好我们也是高通胀和经济衰退，也在进入一个滞胀的年代。73年那一次，美国 S&P 500总共是跌了631天，48%。当时那个熊市是接近2年的时间，也跌了差不多一半。还有跟今年很类似的就是当时还有中东战争，跟今年的俄乌战争，都是最终影响到石油供应国，减少石油的产量，使到石油的价格上升。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是在00年的那个时候，因为之前有了一个很长的9年的大牛市，当时的股票是涨了接近600%，也是因为在牛3的时候，很多的科网股没有任何的业绩，但是有很多的股民、很多的资金在追捧他们是涨了非常非常的高，离谱的高。所以在调整的时候，从科网股带领着整体的股票市场崩盘，这跟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美股，包括那些高科技股也是涨了非常的高，也是有非常类似的现象。所以今年美股也是有这些高科技股带领着跌下来。当美股开始跌下来了，引发了经济的衰退，美联储马上开始降息。但是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后，对股票市场利好的力量不够经济衰退这个利空的力量，所以美股整整跌了929天，接近3年哦，也是跌了超过49%。最终美联储是不断的降息，才把这一次的股灾停住，导致了之后的资金非常的便宜，利息非常的低，引发了次按危机。在这个低息的年代里，很多人借了很多的钱去买房地产，导致这个楼价不断的在涨。而这个时候呢，很多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叫 Ninja 的人，也是借了大量的贷款去买楼、炒楼。而做按揭的，因为希望做多点生意，也是借了大量的钱给这些 Ninja 的投资者，然后他们把这些有问题的按揭重新打包，变成了不同的衍生工具，卖给了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当07年次按危机发生的时候，整个信贷市场是崩溃，
人们对银行是失去了信任，这个导致银行体系的崩溃，也导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大量的跌下来，最终这还影响到很多欧洲的小国家，发生了1112年的欧债危机。而这个0708年的状况跟去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内房危机又是非常的相似。大家听到了这里，是不是感觉到历史是不断的重演？今年最新的黑天鹅强美元，全世界货币贬值，也跟97年非常的类似。而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香港的股市是跌了371天，整整跌了60%，马来西亚的股票是跌了更久，跌了整整553天，79%哦。而这个还是在马来西亚汇率贬值40%的基础上，那台湾的股票也跌了528天，整整的跌了46%。那大家可以看到2022年今年的股票才调整了266天，23%。但是今年我们有着70年代的滞胀和加息，有着97年之前的强美元和世界货币贬值，有着千禧年之前股票价格的 craziness， 也有着类似08年的房贷危机，相对以前股票市场跌的幅度和时间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股票市场应该还没有到底。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熊山，大家记得在熊山来临的时候是非常恐慌性的抛售，而这个恐慌性的抛售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大家要捞底的话还是要耐心的忍一下，等待一下。 Past performance does not indicate future returns， 但是就算 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it does rhyme。 看到这里，你对这一次的股票有了更多的清晰度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你预测这一次股票会跌多少，跌多久，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那当然，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一点牛熊周期，特别是如何应用这一个周期来选择股票的话，我是把我投资30年的经验总结成为选股5部曲，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参加我星期天晚上香港时间8点半开始的直播。那为了大家避免过早的去捞底，避免这一次的股灾，七爸爸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看多几次。看到现在的你也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帮助更多的人避开股灾。那我们下次再见喽。